注意看，阿 sa 正用180公里的时速紧紧地咬住老哥，没有想到的是，这老哥居然给阿 sa 列了一个顺爆，好在阿 sa 反应迅速，才顺利躲开。果然这一下倒霉的可就是 NPC 了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这场精彩的对决。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 GSP 佐治亚州的阿 sa 发现了一辆快出残影的车，雷达显示这位老哥在限速110公里的道路上开到了170公里，敢在道奇充电器面前贴脸开大，阿 sa 可忍不了。而在打开了氛围灯后，老哥居然还装作没看见，速度越来越快，甚至一度接近了200。如果严格的来看，其实这位老哥前面一辆车开得也不慢，但看见了氛围灯后，他知道主动靠边站。终于跟上了老哥，直到现在才看清楚了老哥所驾驶的这辆车，这是一辆奔驰 C300， 搭载 2.0T 涡轮增压4缸发动机，最大马力258，峰值扭矩370牛米，百公里加速更是轻松进入7秒，这数据妥妥的性能猛兽。但在 V8 遍地走的阿美迪卡似乎有些不够看，就比如此刻道奇充电器跟在老哥身后不到10米，仿佛随时都有可能上来 PIT。但面对阿 sa 的步步紧逼，老哥的动力相对较低，根本找不到机会进行反击。好在一旁不断的出现 NPC， 这才有机会得以喘息。而这强大的压迫感也让老哥意识到这样下去可不行，必须得找机会破局。眼看阿 sa 越靠越近，老哥想到了一招，只见他突然一个变道，给阿 sa 变出了一位 NPC。好在剩下的距离虽然不长，但也够用。只能说老哥的这个顺爆列得不够极限，如果再晚1秒，说不定阿 sa 真的会中招。而老哥的这一次反击也让阿 sa 意识到了这老哥有点实力，接下来可不能大意。当他再次跟上老哥时，并没有靠得太近。此刻对于阿 sa 来说，尽管速度更占优势，但在路上不断出现的 NPC 让他始终找不到下手的机会。毕竟隔壁的热门大区洛圣都才刚刚有位 NPC 成功索赔1800万美刀，阿 sa 不敢拿 NPC 冒险，只能求稳。而老哥似乎也发现了这一点，开始故意往 NPC 身上靠。可以看到，这位老哥的经验非常丰富，如此高的车速，他左右闪躲还能不出现失误，看来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。就连阿 sa 的进攻路线也被他封住，接着轻点一脚刹车，便将阿 sa 的这一次进攻结束。让我们来看看战力表，这老哥究竟是什么人物？好，4星巅峰，原来是老哥的晋级赛，两人的实力旗鼓相当，一时间难分高下。眼看老哥的势头越来越盛，阿 sa 不得不呼叫队友的支援。同级别的对决比的就是谁的失误更少，或者谁先在战斗中突破。阿 sa 选择呼叫队友这种求稳的做法，注定了他在这一场对决中无法晋级。反观老哥，一次次的尝试突破，不断的在挑战自己的极限，在动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，也能利用环境和阿 sa 战得有来有回。就在这时，老哥吹起了反攻的号角，一个变道从左侧突围，阿 sa 下意识的选择了更为安全的右侧。老哥的这一连串操作堪称完美，但实在可惜，依旧没能弥补动力上的差距。老哥一顿操作山路18弯，阿 sa 却表现得稳如泰山，多亏了妙界护颈 U 型枕的把关，不仅按摩超给力，热敷暖的人心洗，200元眼罩也归零，168的价格是真便宜。白天开车猛冲，晚上低着头对手机认了怂，脖子压力比 KPI 还重，没等抓住老司机就患上颈椎病，分不清楚东和西，还得妙界来解难题。卡扣拉紧秒变紧拖，双层记忆棉外软内硬，一点不硌，就算飙车强度拉满，戴上依旧幸福感满满。加高设计和4大分区，稳稳拖住脑袋，车里路上皆可依，安心打盹超惬意。和普通 U 型枕一比，妙界必须胜利，4个按摩点对准穴位发力，酥酥麻麻，提神又解腻。还有热敷通血气，超长续航，小巧便携，出差旅行随时随地养护。评论区领券别迟到，保价大促送运险把泡沫，3年质量问题免费换新不用闹，自用送人都挺妙。老哥的这一波操作在道奇充电器面前没有占到任何便宜，此刻更是再次被阿 sa 逼近，眼看封路已经来不及，老哥突然一脚急刹去到阿 sa 身后，余怀一紧的阿 sa 连忙减速，却是正好中了老哥的快慢刀，再次拉开距离的老哥又一次操作了起来。
当阿 sa 靠近之时，老哥突然向右一个变道下了高速，但阿 sa 仿佛早有预料一般，丝毫没有受到影响。老哥见状也是拼起了八字，匝道上的速度都达到了130公里，要么就在战斗中陨落，要么在战斗中晋级。这时老哥超了一个近道，让阿 sa 措手不及，这一下怕是可以大幅度拉开距离。不对，这老哥速度太快，玩起了漂移，这突如其来的偷袭弄巧成拙，反而将自己送进了沟里。而此时的老哥试图用双腿硬刚到极充电器，还真别说，这 1.0 自吸单缸发动机速度还真不慢。只可惜这个衣服的颜色多少有些浪费他的天赋，最终的结果和他刚才开车的比拼一样。而尽管被阿 sa 追上，精疲力尽的老哥也没有立刻投降，在吃了2发胎色后，他依旧一拳打歪了阿 sa 的鼻梁。趁阿 sa 眩晕之际，他再次开溜，但最后因为体力透支，被高速的护栏给绊倒，随后便被赶来支援的队友拿下。连续2次可以逃脱的机会都出现了失误，正好印证了那句话：有时候不努力一把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绝望。经过调查，这位老哥名叫科特里莱利斯。阿 sa 检查了他的车辆，一切正常，没有违禁品，也没有武器。虽然不排除是中途丢掉的，但确实是没有找到相关的证据。而进一步调查发现，这老哥居然是个惯犯，之前因为逃离警察被判了缓刑，所以这次因为逃离警察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，袭警和妨碍司法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。这一波没晋级，还是去8年自由，简直是血亏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在此友情提醒各位，本视频为反面案例，请千万不要模仿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